又要过年了。办公室的大哥说完这句话后，沉默了许久。过年对于大多数中年人来说，大概是既期待又害怕面对。收红包的人变成发红包的人，要承担起走亲戚送礼的责任，还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。短短几天，掏空身体，又掏空了钱包。人到中年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。节日是一时的，但日子却是一生的。这个春节，请你一定收起那些不必要的大方，既是享受别样的幸福，也为来年做好铺垫。一，消费的重担，量力而为。以前有一首歌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唱出了无数思乡人的心声。但对于成年人来说，没钱恐怕过不好年。特别是常年在外的中年人，一年没有回去了，怎样才算好好的表现自己？当然就得靠物质来证明。先是高档的海鲜酒水采购一批，再给父母带点保健品和大衣，给家里面添置几件电器，还有各种孝敬长辈的红包，给孩子们的压岁钱，散出去的红包和礼品。在过年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啊，花钱基本上成了生活的主旋律。有个朋友前几天才跟我感慨，一想到要过年就焦虑，平时省吃俭用，买个菜都要多跑2家对比价格，一到过年样样都免不了花钱，路费、红包、年货、新衣，没有1-2个月的工资真的扛不住。过个春节，多少人辛辛苦苦攒1年的积蓄，短短1周被挥霍大半。有的甚至年还没过完，这信用卡就刷完了，只能是东挪西凑的。也难怪老话里说，小孩忘过年，大人忘种田。年纪越大呀，对这句话感触就越深。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，不过年不知道赚钱难。越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们能赚的越来越少，但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。父母渐渐老去，孩子渐渐长大，还有房贷、车贷不等人。所以该省省，该花花。人到中年，前方无人引路，身后无人托底。哪怕是这个阖家团聚的节日，也没有必要到处冲大方，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。守好自己的钱袋子，未来日子方可安稳。2，无谓的面子，别太介意。中国人普遍爱面子，林语堂就曾说，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，还可以丢，可以赏，可以争，可以留。有时候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。尤其是过年返乡，许久不见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，闲谈中看似关心，却暗含玄机的对话。现在做什么工作呀？工资高吗？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呀，还不如回来考编制。我儿子今年考到了某某单位，清闲得很。准备买房了吗？我侄子呀，买了某某地方的学区房，这小孩上学方便，升值空间也大。真是让人心生焦虑，更害怕父母眼中的失望。于是大家对面子的追求也达到了登峰造极。电影《好运来》里，乔杉是一名外卖员，因为在外边混得不好，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家了。这一次他终于决定回去看看爸妈。然而为了在乡亲们的眼里有本事，也让父母的面子更过得去，他把自己包装成事业有成的大老板，大金链子小貂皮，开着豪车抽雪茄，风光无限，把所有人都哄得开开心心。唯有父亲一眼就看穿了他伪装背后的不易。
一句要是觉得累了就回家歇歇，令无数屏幕前的观众泪奔。过年想要衣锦还乡，追求体面无可厚非，可若是打肿脸充胖子，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得到赞扬和认可，除了满足自己毫无价值的虚荣心，一切毫无意义。杨绛说，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，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无关。真正活得通透的人都懂得，生活如意与否，从不在于外界的眼光，而在于内心的自在与坦然。当你学会放下无谓的面子，踏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便是你安心享受自己的人生的开始。3. 虚伪的社交，能推就推。每逢过年，各种同学聚会必不可少。平时大家为了工作和生计各奔东西，一年中只有过年才有机会难得凑齐。于是不少人也格外的期待和珍惜这场回乡小聚，早早的就攒好了局。一位读者说，以前最忙的时候，他一天要赶3场活动，和许久不见的老同学吃饭喝酒。但是这几年聚会上却很难再看到他的身影了。刚开始大家聚在一起还会追忆旧日时光，聊聊过去1年的变化，但随着彼此发展差距逐渐拉大，这种氛围也慢慢消失了。你跟他聊感情，他跟你谈生意；你跟他说生活，他跟你聊房子。有几个在重点机关单位工作的同学，更是成为聚会上最热门的对象，被大家围在中间大声说话。整个聚会的过程中，自然还离不开喝酒助兴，一整晚下来，全是不停的劝酒声和玻璃杯的碰撞声，每个人都是面红耳赤，眼神涣散，看似热闹，却又物是人非，去了纯粹就是一场内耗，还不如在家好好休息。其实过年聚会联络感情，这本是一件好事，可是到了一定年纪，你就会发现，现在的聚会早就变了味道，多的是虚伪的客套和利益交换。与其浪费时间在这些无意义的酒局，迎合别人过年的氛围，不如把节省出来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。人到中年，害怕过年，怕的不仅是开销如流水，更怕父母垂垂老矣，往后的某一个春节，家人不再团圆。在外打拼了一整年的我们，难得有空闲，就更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留给家人，一家子围坐在一起，吃顿饭，说会儿话，所念之人在眼前，烟火中守候彼此，才是人间幸福。4. 他人的求助不必勉强。陈明在综艺节目《奇葩说》里提起了家里的一些过往。陈明的父亲出身农村，靠自己的努力考上警察，在城市里安家落业，于是经常就有老家的亲戚找上门来求帮忙，有的呢是想让安排工作户口，有的是借钱盖房子，有的要求介绍对象的。一开始父亲总是尽量相帮，但没想到上门的亲戚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理直气壮，甚至大过年的招呼都不打就跑家里吃饭，不帮忙就不走，扰得全家人痛苦不堪。后来一次，父亲喝醉了酒，借着酒劲爆发了，以后别认我这个亲戚了。自此，家里才终于过上了清静的日子。自古以来，中国都是人情社会、关系社会，很多人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疏通人脉，过年的时候尤其厉害，只要你稍微过得好一点，那就避免不了被人登门拜访、托关系办事。年轻的时候，
面对他人的求取，我们总是碍于情面不好拒绝，只能勉强应承。可是人到中年，每天一睁眼就是迎面而来的压力和焦虑，面对他人的求助，实在不必过于大方。亲戚朋友遇到难事儿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帮则帮，但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，需要动用他人关系的，大可不必逞强。俗话说，生米养恩，斗米养仇。事情办得好了，别人未必会领会你的恩情，那事情办不好了，透支了自己的人脉不说，反而会引来抱怨。人生到了半坡，生活已是不易，与其操心别人的生活，不如先关心自己的当下，才是中年人最清醒的活法。年轻时，我们过年过的是热闹，过的是形式，过的是流程。等到了一定年纪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渐渐地明白，吃清淡食物，过朴素生活，与亲人围炉夜话，对未来有所期待，这样的日子就是富足的日子。正如汪曾祺所言，年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？我想，年首先是精神。在过年的日子里，生活被理想化了，理想也被生活化了，它们凝聚了人们对生活、对生命的所有的美好祝愿。所以这个新年，不妨收起你的大方，把精力放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，顾好自己，陪伴家人，感受最浓的年味儿，品味最深的幸福。